一座孤城，一支仅有 1.8 万人的中国军队，却挡住了日本的10万大军整整47天，更杀伤敌军5万余人，逼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黯然下台。这一战便是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，也是抗战后期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。1944年，15万日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横扫渝中，仅仅37天便攻陷了38座城市，平均1天1座。6月中旬，日本第11军直逼衡阳。衡阳虽为一座小城，但却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汇点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日军若拿下此地，向南可打通桂林和广州的日军连成一片，向西可直取贵州，进逼陪都重庆。而负责镇守衡阳的第10军虽号称有4个师，其实只有7个团的兵力，共计17600人。军长方先觉深知，以这样一支残缺之师去对抗日军的10万虎狼之众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，所以必须精准地预判出日军的主攻方向，才能把有限的兵力集中一处，给敌人致命一击。城东和湘江相邻，水深浪急，并且中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，日军很难冒着飞机的轰炸强渡湘江，因此这一面只需布置少量的兵力，准备一些汽油，敌军胆敢来攻，定叫他们葬身火海。城北有真水环绕，强渡同样很难，而且日军的战术往往是从两翼包抄，很少从正面强攻。排除了城东和城北，就只剩城西和城南了。美军将领认为，城南的山地丘陵密如织网，日军若从这个方向发动佯攻，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而城西一带地势开阔，日军从这里进攻，才能充分发挥坦克大炮的火力优势。方先觉的看法截然不同，他认为日军一贯奉行速战速决，若主攻城西，即便得手，也得转过头去佯攻城南，费时又费力，倒不如直接主攻城南，一旦占领了山地丘陵，便能居高临下的围攻城池。更关键的是，城南紧靠湘桂铁路，是中国守军最重要的补给线，切断这里，守军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基于以上几点，方先觉断定城南一带必是日军的主攻方向。于是他以张家山为核心，沿着周围的虎形朝枫树山、五桂岭、停兵山高岭构筑了一圈严密的环形阵地，各阵地之间相距不过100米，随时能互相支援，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。日军一旦来攻，城内海拔最高的燕峰寺观察所会立即通知后方的炮兵进行精准轰击，越过炮火封锁线的敌人将遭到停兵山和高岭的机枪扫射。侥幸活下来的残敌还要踏过密布的地雷阵，穿越层层铁丝网，同时保证不被两侧暗堡的机枪打中。就算敌人真的有9条命，突破了层层防线，到达了城南的主阵地，那他们将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绝望。主阵地所在的山体全被削成了90度的绝壁，必须架起云梯才能爬上去。断崖上面的阵地修筑了4通8达的交通壕，一旦敌人架梯佯攻，便能居高临下的进行扫射，或使用手榴弹集群轰炸。当被打得晕头转向之时，敌军为了活命，会不加思索地滚到壕沟里，以为躲进了死角，中国军队就打不到他们了。殊不知断崖的下方还有条宽达5米的壕沟，底部铺满了尖锐的门钉，灌满水后根本看不见，一旦跳进去就会被扎成筛子。壕沟的设计更是巧妙，外侧为45度的斜坡，方便敌人滑进来，绝壁一侧却笔直如墙，令敌人无法攀爬。两侧还修筑了10头暗堡，各配有6挺机枪，专门猎杀跌入壕沟的敌人。这套精妙的防御体系，就是后来被西点军校列入教材的方先觉战壕。它如同一台精心设计的绞肉机，别说攻克了，日军每走一步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除此之外，方先觉听从下属的建议，化路为田，将城西一带的水田池塘全部挖开，连成了一片泥泞沼泽，彻底限制了日军重炮的机动性。唯一留下的一条路早已布满地雷，两侧密布着机枪暗堡，日军一旦踏入，非死即残。而靠近城内的虾高地，同样被改造成了绝壁工事。在构筑防线时，方先觉有个原则，不管是主阵地还是深壕，机枪一律设计为侧射，严禁从正面直射，这样火力点之间既能彼此掩护，形成交叉火力网，又能避免射孔暴露，被日军用重炮拔除。
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、哪个角度进攻，都会遭到四面八方的机枪扫射和手榴弹的密集轰炸。6月18号，方先觉调集粤汉相桂的2路火车，将衡阳的30万百姓全部疏散。仗机避免了战火波及无辜，也无形中清除了奸细，保证了守军可以安心作战。3天后，随着最后一批百姓撤离，衡阳的工事也基本修筑完毕，万事俱备，就等着日军来送死了。6月26号，日本名将横山勇率领着11万大军兵临衡阳，一路所向披靡的他以为3天内闭口破城。然而当他们冲向那些看似普通的山头时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面对这些绝壁攻势，日军会想出怎样的破城之策？请待我下期分解。